数学毕竟只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由人类思维产生的东西，它何以能如此完美地契合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刚刚开打，一个挪威人独自徒步穿过法国乡间，往意大利走，走到枫丹白露，他被当成德国间谍抓了起来，背包里那些写满符号的数学手稿被当成了加密的军事电报。他在牢里关了大约1个月，直到一位法国数学家拿着内政部的信才把他保出来。这个被当成间谍的人叫索菲斯里，而他手稿里那些密码是一门此后悄悄改写了整个物理学的数学。前几集，伽罗瓦用群解开了离散的对称，有限各根，能怎样排列置换。可事实上更多的对称是连续的，转一个圆，转一个球，可以转任意一点点，中间不留缝。你问了一个比伽罗瓦更深刻的问题：连续的对称是否也符合伽罗瓦那一整套体系？这一集我们顺着这个问题开始，先去了解李这个人，再看看连续对称，接着看看他怎么造出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元素周期表，最后从无穷的连续对称走回有限的对称原子。1842年，索菲斯里生在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小地方，父亲是路德宗牧师。他从小是个不折不扣的运动健将，徒步尤其出名，寻常日子走30-40公里不当回事，传说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走上100公里。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人，学术起步却异常艰难。1865年大学毕业时，他对自己学的东西既没显出过人天赋，也说不上多热爱，一连好几年不知道前路在哪，一度陷进很深的低谷。据他的传记作者记载，那几年他甚至动过轻生的念头。真正的转机在1867、68年前后，他读到普吕克和彭斯莱的几何，又借来伽罗瓦理论的讲义，就是上一集那个决斗而死的年轻人留下的东西，这才像被点亮一样走上了数学这条路。他的志向从一开始就接着伽罗瓦。伽罗瓦用群解开了代数方程有限各根的置换，理想做的是给微分方程也做一套伽罗瓦理论。难处在于代数方程只有有限个解，而一个微分方程，比如描述一根振动的弦，有无穷多个解，随初始条件连续的变。理想把所有解放在一起看，再问一个解怎样连续的变成另一个，这就把它引到了连续变换群。群里一个操作能被一点一点连续的变形成另一个，这种群是无穷大的，可它后来恰恰成了找全有限对称原子的关键。间谍风波之后，他回到挪威安顿下来。与他合作多年的恩格尔后来说，李的理论像一件艺术品，足以和贝多芬相提并论。这门数学此后数年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把它铺开补全再带回有限的是几个人的名字：克莱因立下纲领，基林和加当把分类做严，把那几个例外真正构造出来，迪克森和伯恩赛德再把它带回有限，他们的名字都会在这一集出现。就在这前后，李的好友克莱因立下埃尔朗根纲领，每一种几何本质上就是它背后那个对称群，几何就是对称。李接过伽罗瓦的接力棒，想给连续对称也建一套分类，可连续对称比离散的滑溜得多。第一步得先弄清一个连续对称群到底长什么样，又怎么去描述它的大小。关键的一点是，一个连续群本身就是一组矩阵。最简单的二维旋转群，平面上转任意角度，每个旋转就是一个2×2的旋转矩阵，把2次旋转接起来，就是2个矩阵相乘。所谓理群，绝大多数时候说的就是由矩阵组成的连续群。那么怎么描述它的大小？光看它有多少个元素是没用的，因为那是无穷的。真正要看的是它有几个能独立波动的旋钮。转一个圆盘只有一个旋钮，让钢体在平面上滑动有3个，把物体扔进3维空间则有6个，这个数叫连续群的维数。前面说群可以是一组矩阵，那是在说有些群本身就能写成矩阵，比如旋转群，但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群还可以作用在别的空间上，比如3维旋转群，它当然能旋转空间里的箭头，可在量子力学里它也会作用在电子的状态空间上。你把整个原子转一下，电子的轨道状态也跟着变，有的轨道转到自己，有的和别的轨道混在一起。这时候我们问的
不是这个群自己长什么样，而是它在某个空间里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数学上就是给群里每一个元素配一个矩阵，描述做这个对称操作时，那个空间里的向量会怎么变，但这个配法不能乱配，它必须尊重群的乘法，先做一个对称，再做另一个，效果必须等于先乘一个矩阵，再乘另一个。这种把群的每个操作翻译成矩阵的方式，就叫群的一个表示。同一个群可以有很多种表示。还是拿三角形的对称群来说，它有一个二维表示，描述三角形在平面里怎么转怎么翻，也有一维表示，只记一个操作是保持方向还是翻转方向，甚至还有最简单的平凡表示，不管什么操作全印成数字一，它们大小不同，背后却是同一个群的不同面孔。表示有大有小，但也能拆。想象一堆矩阵共同作用在一个空间上，要是能换一套坐标，让它们同时变成分块的样子，左上一块右下一块，中间互不干扰，那这个表示就不是一个整体，能拆成几个更小的表示，这种叫可约表示。反过来，要是再也拆不开，它就是不可约表示表示论里的最小积木。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条关键定理在背后托底，在合适的条件下，任何表示都能拆成若干个不可约表示的直和对有限群，这就是马斯克定理。对三维旋转群这样的紧致连续群也有对应的完全可约性。换句话说，不只是群可以追问有没有原子，连把群翻译成矩阵这件事本身也有自己的原子，就是不可约表示。这和我们这一整集追的对称原子在两个层面上互相呼应。还有一块地基要补，生成元。前面说连续群像一组旋钮，二维旋转群只有一个旋钮，就是转多少角度。三维旋转群有三个方向的旋钮，可以绕 x 轴、y 轴、z 轴转。可这些旋钮在数学上到底是什么？答案是看这个群在单位圆附近的样子。单位圆就是什么都不做那个操作，对旋转来说就是转0度。连续群有无穷多元素，可它在单位圆附近的微小变化，往往已经决定了整个群的结构。那些最基本的无穷小拧动就叫生成元。所有生成元合在一起就是这个群的里代数，生成元有几个就对应几个独立方向的微小变化，也就是这个连续群的维数。反过来，知道了这些无穷小的生成元，怎么把它们再长成完整的群元素，靠的是矩阵指数。拿二维旋转群说，转一个角度的旋转矩阵是一整条连续变化的曲线，在角度为0的地方求导，就得到它唯一的生成元，再对这个生成元取指数，就再得到完整的旋转。所以生成元像种子矩阵指数，把这颗种子长成整个连续群。生成元之间还藏着一个连续群最重要的性格，它们是否对 E 三维旋转有3个基本生成元，绕 x 轴、绕 y 轴、绕 z 轴。关键是这3个生成元彼此不对应，先绕 x 轴转一点点，再绕 y 轴转一点点，和先绕 y 轴再绕 x 轴，最后结果并不完全一样。这个不一样很小，却极其重要。数学上用对义字来量它，2个生成元的对义字就是先把它们相乘，再减去倒序相乘。要是2个相乘可以交换顺序，对义字就是0；要是不为0，就说明顺序有影响。在三维旋转里，绕 x 和绕 y 这2个无穷小旋转的对义字，正好给出绕 z 的无穷小旋转。同样的，绕 y 和绕 z 差出绕 x， 绕 z 和绕 x 差出绕 y， 这套关系叫生成元之间的对义关系。它把整个连续群最核心的结构压进了单位圆附近这一小块。这也是为什么三维旋转这么重要。转动天生不对义，这种不对义后来一路通向角动量、电子自旋，甚至量子力学里的矩阵语言后面要出现的泡利矩阵、盖尔曼矩阵，本质上就是这种生成元的具体写法。有了维数这把尺，你的目标就和伽罗瓦一模一样了，把连续对称一路拆到拆不动的原子单理群，再把这些原子一个个列全。等这张原子表列完整的那天，一切连续对称就都被理清了。这件事李自己没来得及完成，接力的是基林和加当，他们正出一条干净利落的分类。所有连续对称的原子恰好落进4条无限延伸的家族，记作 A、B、C、D， 本质上都是某种旋转。A 是复数空间里的旋转， B 和 D 是时空间里的旋转。
按为数机偶分成两组 ，C 是相空间里的旋转，也叫心对称。每一组最小的那个矩阵都能真写出来，画面上会把它们逐个摆出来，再加上5个不属于任何一组的例外 ，G2、F4、E6、E7、E8。这5个例外，每一个都透着古怪。4大家族每族都能用一句话概括是转什么的，这5个却各有各的结构，凑不出统一的说法。更怪的是数目不是0个，也不是无穷个，偏偏就是5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到了最大的18248位，整张表就突然封顶，你想再往上接一个19，整个结构会塌成无穷围，再也搭不成一块有限的积木。这堵在至8处力气的墙，事先没人料得到。但请记住，这5个例外再怪，它们也都还在这张分类表上。而这一系列真正要追的猎物，也许根本不在表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上一集结尾，我们看到一组发光的轨道云 ，S 是球 ，P 是哑铃 ，D 是4片花瓣。这些形状的背后正是连续对称在起作用。可连续对称能写下的远不止原子里这点电子排布，它最深刻的洞见是直接定下了自然界的基本力。这一节我们就从这里讲起。20世纪物理学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自然界的每一种基本力背后都站着一个连续对称群。而上一节那把为数的尺一量，就量出了这种力有几个载体粒子传递这种力的信使。规则只有一句话，载体粒子的个数恰好等于那个对称群的为数，也就是它有几个独立旋钮。电磁力配的是最简单的对称群，只有一个旋钮对应一个光子。弱合力的对称群为数是3，对应3个弱玻色子。强合力的对称群为数是8，对应8个胶子。这个为数也就是生成元个数到底怎么数出来？特殊有群 SUN 是 n 乘 n 的负有矩阵，它的生成元是一批无记的厄米矩阵。数一数自由度，一个 n 乘 n 的厄米矩阵有 n 的平方个实参数，无记再扣掉一个是 n 的平方减1，所以 SU2 是3，SU3 是8。而这些生成元正是大名鼎鼎的矩阵 SU2， 那3个就是泡利矩阵。SU3 那8个是盖尔曼矩阵，画面上把它们逐个写出来，3个泡利对应3个弱玻色子，8个盖尔曼对应8个胶子。一句话，载体数等于生成元个数等于群的为数，三者是同一个数。一个群有几个旋钮，本是个纯数学的问题，可这个数竟然就是大自然给这种力配了几个信使。你当年为微分方程开的那套连续对称，100年后落到了粒子物理的最底层。这里要诚实补一句，自然界还有第4种力，引力，它不在这套框架里，把引力也收进同一套对称语言，是物理学至今没能做成的事。同一套连续对称收回到原子里，又写下来那张元素周期表，就是上一期那组轨道云。这里只点一句，一个亚层里有几个轨道，由3维旋转群的不可约表示定，只能是奇数1357。一个轨道里占几个电子，是2个来自电子那个转2圈才复原的，自选1/2。两个数一乘就是2， 60、14，正是周期表上 SP、DF 4个区的宽度。最后完整的推导留在配套博客里。于是同一门连续对称离100多年前为微分方程开的那套数学，一头量出了自然界的基本力，一头量出了我们这张元素周期表。它从来不是抽象的玩具，大自然定下物质和作用力的规矩，用的正是这套语言。前面一路往无穷里走，理群是连续的，转法有无穷多个，可这一系列追的对称原子有限单群是有限的，怎么从无穷的理群走回有限的原子？你其实天天都在用一套有限的算术，比如看时钟，现在10点，过5个钟头是几点？不是15点，是3点。钟面只有12个数，到12就归零，重来。数学家把这件事一般化，挑一个素数，让数轴每到这个素数就绕回去，无穷长的数轴就被折成一个只有有限个数的小圈。有趣的是，在这个小圈上加减乘除照样能做，照样自洽。这就是一个有限域，数数是这里的钥匙。而第一个把它讲清楚的，正是前2集那个伽罗瓦。有了有限域，迪克森走了关键的一步。
他把当年造李群的那一整套办法原封不动地搬到这套有限算术上。本来在连续实数上旋转的群，现在改成在一个有限域上旋转，结果一大批有限的对称原子被批量造了出来，数学上叫它们理型单群。连续世界里的庞然大物就这样被构建成了有限世界里一个个具体的原子。这些原子有没有共同的长相？1904年，伯恩赛德给了一条限制：一个非交换的单群，拆不动又不可解的真原子，它的阶也就是元素个数，必定被至少3个不同的素数整除，2种素数以内，它一定能被拆开，当不成原子。一颗真正的对称原子，至少要用3种素数的配分才能搭建起来。回到上一季那颗最小的原子 A5， 它的阶是60，等于2的平方乘3乘5，恰好3个素数，一个不少，正好踩在伯恩赛德这条下界上，连续的对称绕了一整圈，又回到了有限的原子，回到了那颗 A5。连续对称的原子，基林和加当找全了，4族加5个例外。有限对称的原子呢，大部分是迪克森那样的理型，加上 A5 那样的交错群，可还有一小撮不属于任何家族，孤零零的散落着数学家叫它们散在单群。而这些散在单群里最大的那一个大的难以想象，它就是我们之前瞥见的那头巨兽，但从这一集起我们叫它魔群。它不在我们这一集这张规整的周期表上，它从哪来，为什么存在，是这一系列真正要追的猎物。下一集我们去会一会它。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文章。若您发现了视频或博文中的错误，或者对我所做的东西感兴趣，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邮箱与我交流。谢谢观赏。